震撼消息！NASA 正酝酿一项大胆计划，准备亲自出马，拦截一颗来自遥远星际空间的神秘访客3I Atlas。这可是我们人类第3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星际天体。在之前的视频里，我们带大家揭开了3I Atlas 的神秘面纱，聊了聊它的首次现身和科学意义。现在我们要更进一步，看看人类是否真的能发起一次前所未有的太空任务，派出航天器亲自去追踪这位飞速掠过的星际访客。最近 NASA 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牵头发表了一项重要研究，专门评估了追星计划的可操作性。研究人员深入探讨了是否能调动我们已经发射出去的航天器，比如重新部署某些任务，从而赶在这颗星际天体离开之前抢先一步靠近它，拍下高清影像，甚至采集数据。这是一场与时间和速度的赛跑。2025年7月，天文学家们突然发现了一个不速之客3I Atlas。这是一颗以惊人速度闯入我们太阳系的彗星，更重要的是，它是历史上人类探测到的第3颗真正来自其他恒星系统的星际天体。这颗彗星正以闪电般的速度横穿整个太阳系，预计将在10月29日抵达它与太阳最亲密接触的近日点。它的靠近立即引发了全球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大家纷纷讨论是否能赶在它飞走前发起一次前所未有的宇宙拦截行动。接下来的视频内容将带你深入了解这颗不速之客3I Atlas， 看看它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让全球天文学家都兴奋不已。我们还会聊聊目前想要靠近它所面临的技术挑战，以及如果成功拦截，我们能从它身上学到哪些前所未有的星际秘密。作为目前已知的第3个星际访客，它可谓是当今天文学界的超级热搜。2025年7月1日，一台位于智利、专门用于追踪可能撞击地球天体的望远镜 Atlas 意外捕捉到这颗高速运行的彗星踪影。谁也没想到，这不是我们熟悉的本地彗星，而是一位从星际深处跨越星海而来的神秘旅客。他奔腾而来，每秒钟飞驰近60公里，远远超过我们太阳系内绝大多数彗星的飞行速度。要知道，这是相当于一颗子弹的速度提升了数千倍，简直就像一辆高速列车在太空中狂飙。更令人着迷的是，这可不是一颗土生土长的彗星，它属于罕见的星际彗星。也就是说，它的故乡并不在我们的太阳系，而是来自茫茫宇宙的其他恒星系统。这种天体像信使一样，跨越亿万公里，将外星系的秘密带到我们面前。据测算，这颗彗星的直径大约有11公里，相当于一整座城市的规模。如果它出现在地球上空，绝对是一个天外巨物，令人肃然起敬。虽然和地球这样的行星相比，它的体型不算庞大，但在已知的星际访客中，它堪称巨无霸。这是人类观测史上第一次遇到体积如此之大、来自太阳系外的天体，极具研究价值。关键在于它的尺寸和组成物质，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遥远恒星系统中可能存在的元素与条件。这可能是首次如此直接地研究另一颗恒星系统土壤的机会。它的结构中包含水冰、硅酸盐类矿物，还有大量尘埃。这些物质在靠近太阳时会升华，形成一圈明亮而活跃的彗发，也就是包裹彗星核心在太空中拖曳出长长尾巴的那团气体云，像是天体穿梭的光环。随着它继续靠近太阳，太阳的辐射将加热彗星表面，使冰和尘埃不断喷发出来，彗发将随之迅速膨胀，活动越来越剧烈。这种现象就像我们在哈雷彗星等本地彗星身上看到的一样，但这次我们看到的是外星来客的活跃表现。值得一提的是，3I Atlas 这次掠过太阳系的壮观旅程是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全程目击。我们以前从未有机会在它进入之前就发现它，
这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主动出击机会。不同于过去那些擦肩而过的星际访客，这一次我们终于赶上了节奏，在它还未逼近太阳时就发现了它，为我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窗口，得以观察它在太阳热力影响下发生的变化。2017年的奥莫莫和2019年的鲍里索夫虽然同样来自星际空间，但我们发现它们的时候，它们已经开始掉头远离太阳，像是过路旅人留下模糊背影，这让我们很难近距离了解它们的真实面貌。正因如此， 3I Atlas 成为了当前最具科研潜力的天体之一。它不仅可能揭示太阳系外的物质组成，还可能为我们提供探索其他恒星系统起源和演化的新线索。根据计算，它将在2025年10月29日达到近日点，也就是它与太阳最接近的位置，大约是 1.356 个天文单位，略微比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远一点。也就是说，它将从一个比较近的距离绕太阳掠过，给我们提供宝贵的观测窗口。想象一下，要追上一辆正在以每秒60公里高速行驶的宇宙列车，这本身就让人头皮发麻。这正是科学家们面对的挑战。要想实现对这样一个飞速远去的星际天体进行拦截，技术上需要解决不少大难题。问题来了，一颗以每秒60公里飞奔的彗星，怎么可能被我们慢吞吞的航天器赶上？这是科学家们正在紧急攻克的核心问题之一。如果我们真想派出航天器与它面对面接触，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技术储备、推进手段，才能在这场时速近22万公里的太空追逐战中不落下风？好在有学者已经行动起来。NASA 与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研究团队近期专门做了一项研究，系统分析了以飞跃方式靠近彗星的可能性，试图寻找最经济、最实际的拦截路径。研究团队特别评估了2种起点，地球和火星，从这2个不同的行星出发，哪种方式更容易接近这颗远道而来的访客？但从地球起飞的问题在于，为了赶上这颗飞奔中的彗星，我们的航天器必须达到每秒24公里的惊人速度。这不仅超出了常规任务的标准，还对推进技术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为了让大家有个概念，这种速度接近 NASA 黎明号探测器当年飞往造神星时所需的速度，那可是一项技术难度极高的深空任务，造价昂贵且需要超前准备。而实现如此巨大的速度变轨，意味着我们必须使用最先进的推进技术，比如离子推进或太阳帆。但问题是，时间不等人，从设计、组装到发射窗口，我们留给自己的准备时间少得可怜。相比之下，火星则像是提前为我们铺好的一条太空捷径，它的位置和彗星轨道之间的距离更近，从那里出发，所需能量要少得多。幸运的是， 3I Atlas 将在2025年10月初恰好从火星附近经过。届时，如果我们能从这颗红色星球起飞，仅需每秒5公里的速度就能接近目标。这一速度在当前技术水平下是完全可行的。因此，火星很可能成为这次星际拦截行动的跳板或前沿基地。一切都指向一个事实，这可能是我们从另一个星球启动星际任务的历史性第一次尝试。即便错过了从火星地面发射的机会，我们依然可以另辟蹊径，利用目前已经在火星轨道上运行的探测器，从高空遥控拍摄彗星，获取关键图像和数据，为任务提供宝贵支持。比如美国 NASA 的 Maven 号，或者欧洲空间局的火星快车探测器，这些设备可以用高分辨率相机锁定彗星，在它最接近太阳、活动最剧烈的那一刻，为我们捕捉前所未有的图像。这场星际竞速，一切都拼的是时间，稍有延误，任务就可能彻底泡汤。如果我们错过这短暂的发射窗口，彗星将飞速远去，未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不会有类似机会。这也警示我们，提前识别星际天体是未来深空探索必须加强的方向。
假如一切顺利，我们真的发射出宇宙飞船并成功靠近3I Atlas， 那我们到底能从这位星际来客身上学到什么？答案不仅多，而且可能改变人类对宇宙的认知。可以说，收获的潜力令人振奋。我们有机会获取第一手数据，揭示这种外星物体的内部构成，对天文学、地质学，甚至生物起源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突破口。首先，如果航天器能近距离飞越彗星，就能通过 onboard 仪器直接检测它的气体、尘埃与冰的组成，就像化验一份宇宙样品，比望远镜看到的遥远光斑要精准得多。尽管我们在地球上拥有越来越先进的望远镜，但说到底，它们毕竟只能远观而不可近玩，很多微观信息它们根本捕捉不到。最关键的限制在于，它们只能看到彗星在天幕上的模糊亮点，无法直接嗅到它释放的气体，也无法辨认其中蕴含的微量成分和结构。而通过将航天器送到它身边，科学家可以进行原位检测，直接分析彗星喷发出的气体和尘埃，研究其中包含的元素种类、同位素比例，甚至追踪它的化学演化史，进而推测它来自怎样的恒星系统。通过破解3I Atlas 的化学密码，我们也许就能反推出它所来自星系中行星形成的条件与过程，这是我们研究其他太阳系最直接的机会之一。要知道，像3I Atlas 这样的星际彗星，可能早已在银河系中旅行了上亿年，途中穿越过不同恒星区，遭遇不同辐射环境。它身上携带的每一份冰和尘埃，都可能来自某个我们从未抵达过的宇宙角落，是难得的外星土壤样本。任务一旦成功，获取的数据不仅对天文学具有革命性意义，更可能在生命从何而来这个终极问题上迈出关键一步。这是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科学尝试。例如，科学家可以在这些冰粒与尘埃中寻找有机分子的踪迹，像氨基酸、甲醇、甲烷这样的基本生命构件。如果这些分子真的存在于星际彗星中，那它们可能就是宇宙中播种生命的种子。这些发现有可能说明，地球生命并非孤立，而是宇宙中某种广泛存在的自然过程结果。换句话说，如果星际彗星中存在生命成分，那类似的生命起源过程，也许早已在无数星球上悄然展开。此外，通过对3I Atlas 这类天体的深入研究，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彗星在播种生命过程中的角色。它们可能在早期地球形成时，将水和有机物质带到这颗年轻星球的表面，为生命的萌芽提供了温床。科学界普遍认为，这些宇宙快递员在地球生命的早期演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我们有机会站在银河舞台的前排，观察它们是否也在其他恒星系统中完成了类似的生命配送任务。3I Atlas 的到访是一次稀世罕见的机遇，它为我们提供了直接接触太阳系以外物质的窗口，让我们从太空深处借来样本，窥见银河另一端的物理与化学密码。没错，想追上它，研究它确实非常困难，但一旦成功，它所带来的新发现可能彻底刷新我们对行星如何诞生、生命是否普遍的理解。这是一次值得全力以赴的科学冒险。在未来的宇宙探索中，快速反应、智能调度与先进能源技术将成为打开星际秘密的3把钥匙。我们正迈入一个追星也能追到星际的时代，让我们拭目以待下一个突破。感谢您的观看，如果你也对宇宙充满好奇，不妨关注我们。下一次，我们或许会一起见证人类真正跨出太阳系的那一刻。